欢迎来到 Hi Day， 我是台湾妞。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案子呢，是一个有解又算没解的案件，一个蛮复杂的案子，但看了可能会有点气，因为它算是只有心证没有物证的一个案子。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未婚夫失踪案。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呢，叫做金明哲，当时的年纪是32岁，他也就是失踪的这个未婚夫。未婚妻呢，两个人在当年呢，已经跟周边的亲朋好友都已经讲了，他们要做相见礼。韩国的相见礼呢，就是在婚前让父母双方碰面一起吃饭，通常都是要讨论一些婚礼上面的内容，聘金啊，婚礼怎么办啊，大概要多大的场地啊，双方要对于办婚礼上面达成共识的时候，才会去做这个相见礼。相见礼的前1-2个礼拜呢，正好是韩国非常热衷的正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有一天呢，未婚妻介绍了一个李姓的男子给这个金先生，这李姓男子表示他可以介绍一些 case 给这金先生。未婚夫金先生呢，他本身是公司活动的讲师，也就是如果有公司要办活动，比如说到外面去住啊，或是做一些凝聚公司向心力这样子的活动，都是金先生他的工作范围。跟金先生讲了以后，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李先生跟他在外面碰面。金先生赴约的当天呢，他还有带了自己的印章，带了户籍誊本，并且他跟未婚妻呢借了一张信用卡，怎么说也是应酬场合，不知道会不会需要请对方吃饭，要了一张额度比较高的信用卡。金先生出门之前呢，还有跟自己的未婚妻讲说，晚上我们在一起看足球赛吧。因为金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足球的人，他自己本身呢还是一个业余的足球选手。结果金先生出门了以后，一整天都开始联络不上人，到了晚上还是联络不上，未婚妻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金先生从来不是一个会消失的人。就这样子到了晚上，突然从金先生的手机里传来了一封简讯，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实在是太辛苦了，钱的事情也让我觉得很烦，所以我决定跟别的女生一起潜水了，消失在你的生活里面。但对于这个未婚妻这件事情是非常没头没尾没来由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疯狂打电话给金先生，但是金先生的电话都没有接。过了一阵子之后呢，由金先生的电话再打了一通电话回来，是一个女生的声音，跟他讲说，你没有看简讯吗？金先生不是已经跟你讲了吗？我跟他2个人会一起潜水消失，你不要再来烦我们了。是他们最后的联络。这未婚妻她第一个反应呢，先打电话给李先生，他就问李先生说，今天跟我男朋友碰面，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吗？李先生就说，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啊，双边谈得很愉悦，现场崔市长还直接给了他定金。不过你的男朋友把他的车压在我这边，跟我借走了2500万韩元。李先生本来就是放高利贷的，车压在这边，所以借给他2500万韩元，他就离开了啊。就这样子，未婚妻就找不到金先生，所有的家人联络，但是依然没有金先生的消息。一直到了隔天早上，金先生也传了一封简讯给自己的妈妈，儿子不孝啊，然后我在外面现在有很多的债，如果有债主找上门的话，非常非常抱歉，是我想得太不够周虑了。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会潜水一阵子，跟父母讲说非常的抱歉。到这样的状况了以后，他们都还是联络不上金先生，于是他们就最后就去警察报案了。但是呢，却被警察拒绝收理。对警察来说，是一个成年男子，并且他有讯息的记录跟你讲说，他就是要消失，打算去躲债。对于警察来说，不算是有他真的失踪的证据，所以当时的警察是没有受理这个案子，就是没有积极的要去寻找这个金先生。那就在这个金先生失踪了22天以后，有一个男子自己到警察局去报案说，他跟这个金先生的失踪案有关系，他想要自白。这男子就是崔市长，也就是之前这个李先生讲说，崔市长跟他还有跟金先生他们3个男子一起碰面，崔市长给了他一笔很大的佣金，大约3000万韩币。崔市长表示呢，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市长，市长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个职称，我就是做外送员的人。他说有一天他送外送的时候，送到这个李先生，那李先生是他的旧识，叫他说，你来帮我一个忙。于是李先生就给了他一个地址，那个地址呢是喝酒的地方，基本上那种喝酒的包厢白天是不会开的，可是呢却有一家喝酒的地方白天的包厢有开，他就叫他到那一间包厢里面，先把酒啊饮料这些都备好，并且特别交代他说，我已经准备了安眠药，你帮我把那个酒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搅拌到那些安眠药呢都看不到为止，并且呢
你在身上撒一点酒气，誓言喝得酩酊大醉的人，等一下我会带一名男子过来，想办法把那些有安眠药的酒给他喝下去。等到时间到了以后，这李先生就带着金先生出现了，就让这金先生喝下了酒，进入了不省人事的状态。这个李先生为了确认金先生是真的不省人事，还跟金先生讲说，这样子睡着不行啦，这样子要怎么谈 case。 确认金先生毫无任何反应了以后，他就对着崔市长说，你跟我一起把他抬到一个地方去。于是这个崔市长呢，跟着李先生就合力的把金先生移动到了李先生预先借好的一个店家，本来是一个装潢公司，但后来就废在那里的一个店家。过程里面后来有出来更多的细节呢，从这个酒店呢开到那家公司的时候呢，其实是李先生开一台车，崔市长开着金先生的车这样尾随过去。到了那家店家了以后呢，把这个金先生抬进去，放在沙发上面，李先生就对崔市长说 OK 搞定了，你可以离开了。崔市长觉得这一切都太诡异了，所以他就是赶快离开。等到他出去以后才发现说，哎呀，我手机没拿，所以他又再折回了这个店家跟他拿手机。这个李先生却不愿意开门，他就只开了一个很小的缝，跟他讲说你回来干嘛，他说我要拿手机，他就说我之后再拿给你，然后就把门给关起来了。所以折回去的崔市长他是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东西。对于警察来说，终于有了这个金先生他确切很有可能真的是失踪的线索，就拿了之前的备案，他们才开始正式的搜查这个案子。李先生的本名叫做李官圭，他被警察查的时候就是跟未婚妻讲的一样，碰面了以后呢，他从崔市长这边拿到了一笔定金，并且呢车子抵押借走了2500万韩元。这一切都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地方。根据讲师工作同事们都表示，从来没有听过金先生他有任何财务上的困难。第二个是，他们身为讲师从来不会直接预拿定金，因为他们是附属在公司的下面，以及拿现金交易会没有证据，到时候金流上面有问题会非常的麻烦，所以他们绝对不会直接跟客人拿定金，也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的活动会拿3000万韩元，将近100万，大概80几万台币去直接现金的交易。另外就是车子抵押的部分，金先生买的这台车子当初是二手车，买的时候呢根本不到1000万韩元，高利贷他们应该就是精打细算嘛，用一台破车借到了2500万，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生意啊。他对警察这样子的证词讲说，你们在调查我干嘛？我才是被害者了吧，我给了他定金，我又借了钱给他，他现在消失你们有问题吗？非常的堂堂正正的这样子跟警察吵架。这时候警察就说啦，现在已经有一个崔市长他出来自白，已经把你都给供出来了。这个李先生才说，好，我是有做这些事情，把他绑架，然后把他监禁起来。但是我们在发生了一番口角，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之后，金先生就离开啦。我不知道他离开去了哪里。另一方面呢，警察就开始对于崔市长所讲的办公室呢，开始去做一些调查，发现呢那一间办公室呢完全有水浸过的痕迹，就是用水打扫过，地上也全部都是积水这样子的痕迹。他们找了附近的一些目击证人呢，目击证人也都表示有看到在白天的时候呢，2个男子搀扶着一个不省人事的人进到那间大楼里面去。他们也跟房东确认了那一栋大楼一整个月用水量，金南消失的那一个月突然多出了40吨的用水量，大概有多少呢？可以把那一整间办公室满满像蓄水槽一样灌满那样子的程度。那个月的确有异常大量用水的状况，所以呢，警察就拿着这几个证据呢去问了这个李先生。李先生说，我租了这个办公室，我觉得它脏，我打扫了它一下，我用了很多水，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能打扫这间办公室吗？警察又针对办公室的出租问题呢，去找了附近的不动产。他们得知李先生是在案发的3天前才租下了这一间办公室，而且他在找办公室的时候开出了非常奇怪的条件。第一，一定要有水；第二，因为呢我那里要储藏很多的木头，那我整理木头会发出声音，最好到很晚的时候附近也不会有人被影响到或是检举。不动产才找到了这一间本来是前装潢公司的这个空间给他。最后当然会出动化学鉴定小组，全部喷了血液的荧光显示器，验出来呢在墙上呢就是有几滴的血溅斑点，就是只有这几滴的斑点，在其他地方上是没有的。透过了
这个几滴的斑点，墙壁上面有勾到一些头发，这几个物证呢查出来的确是金先生的。于是他们就又再拿着这些证据去逼问这李先生。李先生再度表示，我就说了，到了办公室我跟他发生了一些口角，而且在过程里面跑出来了一只老鼠，我们为了要抓那个老鼠就是翻天覆地的，当中的过程里面他可能有一些受伤，或是他可能头发会勾到吧，但之后他就离开啦。他离开了以后，就是因为有老鼠有血的关系，我就开始用水打扫办公室，这一切都很合理吧。警察后来就开始查这个李先生他所有的动线，他的生活迹象啊等等的，发现呢，在当天案发结束完了以后，他有到一个大型的废弃场。但是我们前面有讲，中间警察没有受理这案件，是过了22天以后，崔市长出现以后，他们才开始办这案子，所以已经过了非常久了。大型废弃场他们也找不到任何的东西，以及他之后又有去汉江公园，靠近汉江的河边，但是呢也没有查到任何东西。找不到尸体的话，这时候呢作案动机就变得很重要。他们查出来这个李先生呢跟这个未婚妻他其实是旧识认识了非常久，并且他对这个未婚妻呢是有爱慕之情的。那在跟未婚妻一起吃饭的时候，未婚妻表示自己最近要结婚啦，对象就是这个金先生。得知了金先生的行业了以后呢，这个李先生就表示说自己可以介绍一些工作给他，并且就在碰面完了的10天左右呢，安排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包含找不动产、找房子啊，购买安眠药。他也去了非常多间的诊所，包含精神科啊、家庭科啊等等的不同间的诊所，拿了各式各样的安眠药去找这个崔市长。到最后的真实的跟这个金先生碰面，警察这边判断应该是情杀。这个案子在一审的时候呢，检察官要求15年的判决，虽然找不到尸体，但是觉得他有杀人的嫌疑。那这件事情呢，就呈现了有心证没有实证的状况。起诉完之后，在第一审呢，只被判决了15年，他就不服，在做了2审的抗诉。到了最高法院的时候呢，他自己只认说自己有绑架、监禁和暴行这3项，关于杀人的罪行他是完全不认的。他还非常堂堂正正的说，你们说我杀人了，你们有找到尸体吗？你们有证据我杀人了吗？对于法官判决来说呢，因为现场真的就只有找到5-6滴的血，也没有办法判决说这个人确实是死亡了嘛，就是以实质的物证来说，所以最后呢就只有判决了他7年的有期徒刑。但是这李男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案子，有一位朴姓男子，他在自己的家里面呢，全裸的全身昏迷在厕所里面，就有一个人报警，救护车到现场以后，带他们进去救这个朴男的呢，就是这个李姓男子。救护车到现场去救这个朴男的时候呢，已经回天乏术的状态。后来法医去解剖验尸的时候，发现里面有酒精、安眠药，主要致死原因呢是一氧化碳中毒。发现第一现场这个李姓男子呢，他那时候是讲说，这个朴姓男子呢，他本来就有失眠的问题，就是吃药，然后喝酒，然后去洗澡，然后发生了意外的吧。但是警察再去调查朴姓男子他平常的生活习惯，发现朴姓男子呢，他自己本身根本就不太喝酒，因为他只要喝一点点酒，脸就会非常非常的红，所以基本上他是滴酒不沾的，跟李姓男子讲的对话有一点出入。深入调查以后，发现朴姓男子居然有非常巨大额的保险金，身亡的时候可以拿到17亿韩元的保险。但这件事情也非常不合理，因为这朴姓男子呢，他本身做的工作呢不算是正职的工作，只能算是打工，所以他1个月的薪水呢，顶多就是领到100万韩元。17亿赔偿金的保险呢，每个月要缴约150万韩元左右，并且他的雇主表示，之前这个朴姓男子呢，因为他自己想要保的保险每个月要缴15万韩元，他都觉得太辛苦而缴不出来，把这个保险终止掉了。15万韩元都缴不出来，怎么会跑去缴一个150万韩元的保险呢？并且保险的受益人是谁呢？李姓男子的双胞胎哥哥。查出来这李姓男子本名叫李官圭嘛，受益人的名字呢叫做李完圭，同卵双胞胎哥哥。这件事情就更奇怪了，通常都是保给家人啊，爸爸妈妈呀，或是自己的老公啊、另一半这样子，但是呢却保给了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并且呢，事情发生的前
前后保险公司这边都有收到声称是朴姓男子本人的电话来关心说，如果他意外身故的话会有多少的保险金。所有的事情呢都在保险调查员怀疑之下呢，一一的都被调查了出来。最后他们调查出来的结果呢，2008年的时候呢，姓男子他认识了这个朴姓男子之后呢，用他的名义呢购买了大量的保险。在购买的当下，受益人为了不让人家起疑，都是家人啊，直系血亲这样子的状态。费用大概缴了2年之后呢，他才打电话去更改这个受益人，改成自己的哥哥李完圭。更改受益人的状况呢，是怎么样去说服朴姓男子呢？他是表示说，他以往帮朋友缴这些保险费呢，受益人是写自己。那要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拿到钱了以后再转给你的家人就好了。但是我帮你缴的保险费总要拿回来吧，去说服了保险公司跟朴姓的男子。那在经过事后的调查，发现朴姓男子死亡的这个厕所呢，已经不是一般的厕所了，热水器呢是李姓兄弟一起买来帮他安装上的，并且厕所里面所有可以通风的地方，不管是窗户啊、气窗等等呢，都被非常牢密的封死了。能封就封，能补就补，能贴就贴的状态，看起来就是故意要让一氧化碳中毒的。并且呢，这一对李姓兄弟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们就到处在跟别人借钱。借钱的时候，他们都有提到说，之后会有一笔很大笔的保险金会进来，等到钱进来以后，我就可以还你了。也有找到像这样子的证词。根据这些所有的调查呢，最后保险呢是没有理赔成功，并且还彻底的查出来了他们兄弟的恶行。最后呢，虽然李姓男子没有因为消失的未婚夫呢他被判刑，但是他却因为这个案子被判了无期徒刑。而跟他一起的哥哥李完圭呢，也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他虽然去服刑了，然后也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最终我们案子一开始找的这个金氏男子呢，他的案子最后是没有结果的，既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但是他后来是完全没有生活迹象的这样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其实还是蛮遗憾的啦，不知道金姓男子他最后到底是消失去哪里了，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于还有人就讲说是不是有账期买卖啊这样子的说法。但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还蛮遗憾的，而且跟我朋友讨论说，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未婚夫迈入一起做人生后面步骤的这样子的人，人间蒸发，会有那种死要见尸的那种心态嘛，就有一点难以想象说，如果我深爱的一个人他完全直接消失了，我会怎么去接受这件事情。大家你们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看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还抱持着他活着的希望呢，还是就算只是尸体的一部分也想要见到呢？那这次呢，就是为大家所准备的社会议题单元咯。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我是台湾妞，下次见喽，拜拜。2010年的6月，2010年的6月，32岁的呀，那一年正好又是